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买回来的衣服有点小瑕疵，版型不好看，码数不合适，可是你又懒得去退，想着将就一下也能穿，结果它就一直躺在你的衣柜里，你既不喜欢又舍不得丢，留着吧又根本不会穿，在下一次断舍离的时候才意识到，原来这些你将就留下的东西才是最浪费钱和浪费时间的。前几天和我姐聊到，她买了一件毛衣，那颜色真的好看，只是没有平常穿的码数。可由于看到它打6折，当下就觉得这么便宜不买就太亏了。结果回来一试才发现版型不对，穿起来显得人胖。然后她问我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处理，是拿去裁缝店裁剪一下呢，还是直接退货？我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因为如果是以前的我的话，一定是懒得退货，心里想的是反正那么便宜就继续留着，说不定哪天能穿到它也算是不浪费了。可我太了解我自己了，如果这件衣服不是让我眼前一亮，反而看到一堆的小瑕疵，像是版型不合身、腰身太紧，这些理由都让我心里已经知道它不会融入我的日常里。我相信你们对衣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，这件衣服勉强还能穿，也不是说差到完全穿不了，基本上在未来穿它的几率是归零，到最后呢，只会越看越烦，还要花时间给断舍离掉。那么因此我还意识到了一件事，今年大家都在说经济差，工资没涨，工作找不到，压力很大。可到了年底，像是黑五这样的节日，美国这边的商场完全是人挤人，每个人手上都是大包小包的拎着，在网上刚买完一单，接着又下一单，睁眼闭眼就是花钱，就连半夜上厕所也要抢购那件突然补货的外套。大家就这么不知不觉地将至少2-3千美金花了出去，消费到最后都要跪求自己不要再花钱了。你会发现这种心理特别矛盾，我们一方面说要省钱，另一方面只要看到便宜就认为不买就是大亏。明明很多东西并不是刚需，却只因为它便宜、折扣大、看起来划算，就被你顺势加入了购物车里。刚好这段时间我在读一本书，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戳我。他说我们买回家的每一件物品都会变成一种责任，你要负责收纳、清洁、维护、修理、退换，最后还要负责把它处理掉。你以为花钱只是那一瞬间的事情，但从你买下来的那一刻，你就变成了它的管理员。你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会持续占有你的时间和注意力，你要记得它放在了哪里，什么时候要用，什么时候要清洗，什么时候要补货，以及什么时候要维修。你东西越多，脑子就需要记住很多这些琐碎的细节，所以让你觉得生活越来越乱，越来越累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工作忙、压力大，是这些被你买回家的物品在增加另外一层的负担。你每天忙完工作回家后，看到家门口堆满未拆开的包裹，前几天买的收纳架还没组装起来，旁边堆着几件想退货但一直没时间退的包裹，桌上放着新买的小家电，还没有时间研究怎么用。虽然你是从公司下班了，但是这回到家后还要为这些东西继续打工。如果它们一直被你放置在那儿，你不去处理，它就永远也不会消失，累积到最后就变成一种你说不上来的疲惫感。你会因为这些东西而讨厌整理，讨厌收纳。所以当我们以为买东西是为了让生活开心，可是很多时候这件东西所承载的压力比当初花出去的钱更加沉重。第一部分讲完以后，你现在是不是就能理解了为什么我们会买那么多不适合的东西？只要它价格够低，折扣大，或者是别人赠送，我们就会下意识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损失，反正那么便宜也是送的。于是乎，很多用不着的东西就这么被我们轻易的带回家里。生活里最容易造成负担的就是这种看起来无所谓的决定。我姐和我说过的一句话特别有道理，她说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，因为你觉得不花钱就是赚到。
可只要你把这些东西带回家，这接下来要处理的事情啊，一点都不轻松。别人塞给你的杯子，那件他没穿过几次的外套，用不完的收纳盒，买东西附送的赠品小样，你拿回家的那一刻，就是要替他们找位置，想一想他们的用途，还要在未来的某一天决定到底是继续留呢，还是干脆丢掉。虽然你没有花钱，但你却多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负担。比如别人整理衣柜时看到你身形差不多，说了一句这件不要了，你要不要？还是挺新的。那一刻你可能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好意，就顺手接了过来。拿回家后发现这颜色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搭配，接下来的半年1年里，你完全没有想要穿它的想法。所以很多人会说自己的家怎么断舍离都断不干净，其实就是你留下了太多不需要但又舍不得处理的物品。那么你去购买便宜的东西也是同样的道理，越便宜越容易忽略掉你真正的需求。你会把不合身的衣服留下来，把勉强能用的东西继续放着，把本该退掉的东西拖着不去处理。价格便宜的东西会让人放弃判断，会让你觉得麻烦大过于价值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那些生活里几块钱、10块钱的小物品，你虽然不喜欢，但你也不会去退货。现在的人啊，一下子下10几单，衣服、厨房用品、化妆品一股脑的往家里买，等全部打开以后，又觉得这些都一般，颜色不对，质感不喜欢，于是就开始疯狂退货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不断重复买回来试一试，再退掉。既然退货那么的方便，你就不会把购买当成需要负责的决定。这些反复退货的行为，也在不断增加你的时间和情绪成本啊。你要拆箱、试穿，再装回去，重新贴单，然后拿去退，整个过程就是一种负担。看到这里，我特别想说一点，也许是大部分人心中所想。我们有的时候不愿意退货，不是因为喜欢这个东西，而是心里总会觉得它是打折买来的，退掉它就好像把省下来的钱给吐回去了。你可能会担心，假如把这件东西退掉了，以后想买就只能原价购入。这种想法是最容易让你掉进消费陷阱里的。真正的省钱呢，不是把便宜东西带回家，而是不要去消费。只要你不花钱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省钱啊。如果这件衣服你不会穿，使用频率不高，或者你一看到它觉得很一般，那无论它是5折还是3折，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，它都不是你最喜欢的那一件。把它留下来就等于花钱买一个未来不会使用的负担。请你现在环顾一下家里那些你觉得很可惜、舍不得退、舍不得丢的东西，过了几个月再去看，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真正能减少物品的负担，不是每次看到网上有好的折扣就要买下来，而是你能很坚决地拒绝不适合你的东西，更不会把有限的空间留给那些你明知道不会用、不会穿和不怎么喜欢的物品。好啦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的内容。如果喜欢今天这期视频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